20年前，如果奥委会向东大抛来橄榄枝，东大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下。不过，20年后的今天，奥委会就算跪在东大家门口，将2036年的奥运会举办权送上门，东大也只会摇摇头婉拒了。如今，国际奥委会尴尬的样子，生动地诠释了一句话：当年的我，你爱搭不理；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事实上，自从2008年东大举办完奥运会后，奥运会仿佛陷入了一个魔咒。雅典的落寞，里约的混乱，再到东京空场的巨额亏损，似乎任何一届奥运会都无法超越北京奥运会。再加上巴黎、洛杉矶申办时几乎无人竞争的窘境，这一切都在指向一个现实：奥运会的光环正在褪色。国际奥委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果没有一个可靠且值得信任的承办方，这个100年的品牌将岌岌可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将一落千丈。如今放眼全世界，谁能力挽狂澜成为一个绝对可靠的承办方？美国吗？昔日的灯塔已经不亮了。美国自顾不暇，不仅面临着稀土断供的危机，中东局势上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你让他举办奥运会，开什么玩笑？俄罗斯吗？一场俄乌战争让俄罗斯打了3年还没有结果。你让他在这个时候举办奥运会，简直是异想天开。那还有谁？英国还是法国？法国刚刚举办完巴黎奥运会的盛况，至今还被人轮番嘲笑。英国呢？英国内部也是一团糟，这个时候可没什么心情举办奥运会。5常国家，4个国家都不可能接下奥委会的橄榄枝，那就只剩东大了。事实上，东大也是国际奥委会最佳的选择对象，甚至到了非你不可的地步。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东大简直就是他们的救世主，因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东大是唯一一个代表极致确定性的国家。这种确定性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基石。如果失去确定性，国际奥委会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毫无疑问，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让东大一战成名，甚至10多年过去了，北京奥运会的视频在外网的点击率也是数1数2的存在。尤其是在见识到了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北京奥运会的水平究竟有多高。自北京奥运会以后，没有一场奥运会能够超过它的规格、用心程度乃至举办水平，更无法和北京奥运会相比。要知道，当年的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的是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基建效率和组织水平，而这一切都绕不开一个词，那就是钱。这也是为什么一般的中小型国家不敢申办奥运会。说奥运会是最费钱的，运动会并不夸张，因为一旦申办成功，从城市选择、场馆建设，再到后续维护，哪一样都得真金白银的花下去。没点财政实力，当然不敢随便申办。但东大不同，东大不仅财力雄厚，还善于将奥运投资转化为长久的国家形象资产。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东大收回成本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东大有着庞大的市场，但这一点对赞助商来说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你以为奥委会希望东大能承办2026年奥运会时，殊不知赞助商们也在暗地里更加迫切地希望东大能再次举办奥运会。试想，谁能拒绝东大市场呢？但问题是，东大愿不愿意再举办一次奥运会，或者说东大需不需要举办一次奥运会？现在的局势已经逆转，国际奥委会天天想破头的希望东大能答应举办奥委会，但主动权却掌握在东大的手中。17年前的东大能够办一场令世界震惊的奥运会，17年后的今天，东大只能更加有实力再次承办奥运会，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东大有必要再次举办一次吗？如果说2008年的东大需要一场国际赛事，让世界看到东大也需要借由奥运会实现自身的突破式发展，那么今天东大显然已经不需要向世界再证明什么。况且，举办奥运会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有实力是一回事，但是否需要再一次承担奥运会的巨额预算与长期投资回报，则是另外一回事，也是最值得深入思考的事。现在的东大在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上都有着绝对的主动权，对于东大来说，这种主动权用在刀刃上才是最恰当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各地战火纷飞，地缘政治博弈日益突出，对于奥运会这种体育赛事，各国的兴趣根本不高。毕竟在战乱的环境下，如何保障自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东大实在没有必要去花钱举办奥运会，不如将这些钱花在军事上和国民经济建设上，将更多的机会让给其他国家。所以尽管国
国际奥委会一次次向东大发出邀请，东大的态度始终是2个字：婉拒。不过，你要说如果国际奥委会非要东大举办一次奥运会呢？其实也不是不行，不过这个举办城市嘛，台湾或许是最合适的。最近2年，岛内台独分子每叫嚣一次，解放军的围岛强度就增加一次。尤其是在今年，一部《沉默的荣耀》电视剧的上映，直接让台独分子破防了。这一切的举动似乎都在释放一个信号：两岸统一近在咫尺。如果这个信号真的正确的话，台湾回归后举办一次奥运会，倒也未尝不可。由大陆安排台湾承办奥运会，其本身就是最高层次的行使主权。同时也是在向世界宣布台湾事务由北京主导，这一举动是统一的信号。以奥运会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活动向世界宣布台湾的主权属于东大，而这种信号也直接从战略上剥夺了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直接在源头掐死台独分子的这种念想。而这提议本身就是对台湾当局的一次试探，如果接受，就意味着直接承认了北京的安排权，而不接受，那么只能接受岛内民众的唾骂，这也是对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一次重大打击。如果这些势力干预在台湾举办奥运会，就会暴露其和平破坏者的真面目。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国际社会最精准的试金石，能准确检验出各国对台湾问题的真实立场和态度。至于国际奥委会，也要做出选择，接受提议，说明奥委会站在了中方的立场上，承认东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拒绝，那不好意思，这不符合东大的利益，奥运会想要东大承办，恐怕要难上加难了。所以，对于奥委会来说，要想让东大来承办2036年奥运会，摆在他们面前的可不仅仅是递上一支橄榄枝那么容易的事情，所有的主动权几乎都掌握在东大手里。国际奥委会想要达到目的，就不得不做出妥协。如果东大发出的灵魂拷问2036在台北办，国际奥委会又将如何回应？很多人看完93阅兵，直接喊自己变成军盲了。咱们用5分钟让大家看懂这次大阅兵。先用一句话概括此次大阅兵：93之后再无中美俄3足鼎立，只有美俄开始追赶中国军事的时代了。距离上一次2019年阅兵已经过去6年时间，这次阅兵的关注度完全不亚于20年前人们守在电视机跟前看春晚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阅兵给了我们大量的信息，有世界各国的元首的到来，有退伍老兵的热泪盈眶，有个英雄战旗的亮相，也有45个方梯队的精彩表演。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武器装备展示与解读。首先，最牛逼的就是这款 AJX002 首次亮相的核鱼雷，连退伍老兵看了都要为其致敬，它究竟有多牛呢？咱们来盘一盘，因为太长只能用大卡车拉着。其实这2天彩排已经有军迷爆出了，这次军演亮相更让人震撼，它无疑是这次军演的王炸。目前全球拥有核动力鱼雷了，除了俄罗斯的波塞冬，就属我国这一款了。咱们看看它的技术参数，长20米，直径 1.5 至 1.8 米，采用核动力与常规动力结合，航速可达70节。要知道航母的航速平均也就47节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又长又快，完全可以追着某些国家的核动力航母跑。更绝的是噪音只有90分贝，再加上1000米的深潜能力，雷达根本无法捕捉到它。从整体技术参数来看，与波塞冬不相上下。俄罗斯那款波塞冬核鱼雷可是被称作末日武器的，其速度为何能如此之快呢？我们发现这款鱼雷前边有一个空炮发生器，可产生大量的气泡，然后包裹住整个鱼雷，就相当于它把水与鱼雷隔离开了，然后减少了水的阻力而游动。这就是超空炮的一个技术，让其速度是常规鱼雷的4至5倍。再靠核动力无限续航，平时可以一直潜伏在大洋彼岸的西海岸了，啥时候有需要了，直接就把它唤醒了，然后咔嚓一下子引爆就行了。如此重要，这次军演也是与空中无人装备一起，最后一个压轴登场，把它拉出来啊，这就是展示一种新型巨大的核威慑力。其次就是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只有它配这8个字，国之重器，压舱基石。东风41刚弄明白，在期待51的到来，没想到直接跳过。这次东风61直接亮相了，网友都懵逼了，
如果说 AJX002 和鱼雷是隐形杀手，那么东风61绝对是不怕任何对手正面硬刚的硬汉。虽然官方还没公开数据，但你看现役火箭军的官兵怎么说？问题，我不能告诉你，不能说，但是打的是确实很远的，是最远那个。这就是我们国家所说的杀手锏。那个打得非常远。至于多远，就是你的思想能有多远，一个就能打得远，哪个地方都能打，就是围着地球转。这个我反正很远，只要祖国需要，我们哪都能打。我先预测一下，至少在 1.8 至 2.5 万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地球上离我国最远的阿根廷也就 1.9 万公里，更别提大漂亮了，真正做到了全球 100% 的覆盖率。美国的民兵系列最远也就 1.3 万公里，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最远的一款也就 1.8 万公里，再加上它的超音速和钱学森变道，我只能说，地球上任何地方指哪精准的打呢？没有谁能拦截得住。他在地球上可惜没有对手，如果知道参数的，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东风家族除了他，还有东风 31BJ， 填补了我国警机发射的空白。东风 5C 液体洲际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等等，也都是首次亮相。全球80亿人真正的可以坐在家里收到东风快递了，请问还有谁？接着又是一款首次亮相的激光武器 LY1， 它是一款具有精准毁伤、持续打击突出优势的装备，它能够有效避免舰载火控雷达在锁定目标后与传统防空武器开火之间存在的时间差问题，以及传统舰载近防火炮散布比大的问题。说人话，就是瞄准即锁定，开火即命中，拦截精度非常高。目前关于 LY1 舰载激光武器的具体技术参数，如激光功率、射程等，官方尚未完全公开披露。但从我们卖给沙特的寂静猎兽者来看，对无人机有 90% 的命中率，这次只会高不会低。而老美的目前拦截率只有 40%。紧接着就是巨浪3，虽然大家一直在网上有传我们这款武器，但咱妈一直没有公开亮相，这次是拉出来让全球人饱饱眼福。它是通过核潜艇垂直发射的一款核武器，单独隐蔽行动打击陆地重要目标，与美国与俄罗斯同一时代的武器3叉戟和布拉瓦导弹相比较，从射程、载荷量、精准度等各种技术参数都略胜一筹。最后就是网友都呼吁的陆战武器坦克、99B 坦克、100坦克、100支援战车都是首次亮相。从最新的俄乌战场，全球人都知道一件事，曾经号称陆地霸主、几千万起步的坦克，竟然被几千元组装的无人机吊打，一打一个准。老式的坦克就像瞎子笼子。但看完93阅兵之后，老外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了。我们在新的坦克四角上配备了相控雷达，提升了坦克的350度持续监测、搜索、跟踪和干扰，无人机再无机会靠近坦克。另外在坦克顶部还配备了无人机，民用的无人机半径可达10公里，军用的你自己猜吧。说白了，让原先瞎子笼子的铁疙瘩变成了可主动出击、信息一体化作战能力的移动城堡。36省的简称省会，黑龙江省简称黑，省会哈尔滨；吉林省简称吉，省会长春；辽宁省简称辽，省会沈阳；河北省简称冀，省会石家庄；甘肃省简称甘，省会兰州；青海省简称青，省会西宁；陕西省简称陕，省会西安；河南省简称豫，省会郑州；山东省简称鲁，省会济南；山西省简称晋，省会太原；安徽省简称皖，省会合肥；湖北省简称鄂，省会武汉；湖南省简称湘，省会长沙；江苏省简称苏，省会南京；四川省简称川，省会成都；贵州省简称黔，省会贵阳；云南省简称滇，省会昆明；浙江省简称浙，省会杭州；江西省简称赣，省会南昌；广东省简称粤，省会广州；福建省简称闽，省会福州；台湾省简称台，省会台北；海南省
简称琼，省会海口；新疆，简称新，省会乌鲁木齐；内蒙古，简称蒙，省会呼和浩特；宁夏，简称宁，省会银川；广西省，简称贵，省会南宁；西藏，简称藏，省会拉萨；北京市，简称京，省会北京；上海市，简称沪，省会上海；天津市，简称津，省会天津；重庆市，简称渝，省会重庆；香港，简称港，省会香港；澳门，简称澳，省会澳门。你们都是哪里的呢？